结婚前一天，男朋友家忽然反悔，说拿不出18万彩礼，只能给8万。听到我爸妈说不管彩礼多少都给双倍嫁妆后，男朋友立马改口，给80万。秦值这个数，转头他跪在我面前求我：秦，把你名下的房子卖了，给彩礼钱好不好？等你爸妈给的双倍嫁妆到账后，咱们再买回来，还能多买一套哦。所以我出彩礼娶我自己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临近结婚，男朋友家的彩礼钱却迟迟没到账，我妈满脸忧愁地问我：秦，按理说订婚后就应该给彩礼钱，可明天就是你跟陈明的婚礼了，这彩礼他们家给还是不给？妈，你别急，我打电话问问。我安抚着我妈，心里也有些烦躁。彩礼的事情我催陈明几次了，每次他都好，是，可就是一直没见到彩礼钱。电话接通后，我开门见山地问陈明：你家打算什么时候给彩礼钱？秦，那个，我妈说她实在拿不出18万，给8万块行不行？陈明的声音弱的，我的心里一个咯噔。陈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这边的彩礼大都是18万，我家条件比较好，当初商量订婚的时候，我爸妈说给多少钱都行，是他们一家人自己说给18万，现在都到结婚关头了，反悔了。秦，你也知道我嫂子怀孕了，胎相不稳，最近一直在保胎，花了不少钱，家里是真没多少钱了，明天就要结婚，现在凑钱也来不及了，就给8万行不行？陈明的语气中尽是讨好，我听着却无比恼火。你也知道明天就要结婚了，所以你家一直拖着不给彩礼钱，就是为了等到现在，让我不得不接受降彩礼吗？秦，你放心，等以后结婚了，我一定加倍对你好。此时陈明的承诺就像是笑话。陈明要是拿不出18万彩礼，这个婚就不结了。我直接挂断电话。我跟陈明是大学同学，大学相恋，自然而然的谈婚论嫁。虽然他家庭条件不好，可一直以来他和他家人都表现得很友好。没想到临近结婚来了这一出，我又伤心又气愤，握着手机的手死攥紧。没事的，秦，我妈握住我的手，她一向温和的脸上明明也凝聚了怒意，可仍旧安慰着我。也许他家真的没钱了，没钱可以早点说呀，等到现在分明就是欺负我，都是成年人了，大家都不是傻子。嗡，手机传来震动，我低头见是陈明打来的电话，直接拒接。可如果他们坚持只给8万，这婚真就不结了吗？这下我迟疑了。3个月以来，婚礼的一切事宜都是我一手操办，我已经做好了跟陈明度过一生的准备。舍不得5年的感情是其一，其二是婚纱照拍了，请帖发了，酒店也订好了，还有一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。要是真的取消婚礼了，别人怎么看我？怎么看我爸妈？看出我的犹豫，我妈叹了口气：不然先接电话，看他怎么说。要是他态度好，8万就8万吧，咱们也不差这点钱。我到底还是松动了，按下了接听键。秦，你别生气，我给你打个欠条，等以后我挣钱了还给你好不好？这个提议只让我觉得可笑，用婚后财产填彩礼，陈明还真是厉害。我妈在此时开口：陈明，我跟秦爸打算，不管你家给多少彩礼，我们都连带着嫁妆双倍返还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18万的嫁妆，加上你的18万，等一结婚，
你们小两口就有30几万的小金库，现在你家只打算给8万，那嫁妆也就只有8万了。我妈提起嫁妆，不过是给双方一个同意降彩礼的台阶下。本以为松口同意8万彩礼，陈明会很兴奋，可没想到电话那端安静了许久，才又响起他带着试探的声音：“阿姨，你真的打算双倍返还？”闻言，我妈一愣，是。几乎在我妈的话音落地的下一秒，陈明就赶紧开口：“阿姨，我决定给琴琴80万彩礼。彩礼金额变化如此之大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不言而喻。”我气得说不出话。我妈勉强维持着冷静：“好，今晚12点之前，彩礼钱没到账的话，嫁妆咱们也就不给了。”说着，我妈挂断电话。我压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砸落，哭着看向我妈：“妈，你干嘛答应他？一会儿8万，一会儿80万，他分明就是想算计你跟我爸给的嫁妆钱。”琴琴不哭，我妈拿纸巾给我擦了擦眼泪。他家条件普通，咱们先看看他到底怎么在3个小时内凑到80万。我的哭声不小，惊动了睡着的我爸。最近他为我的婚礼忙前忙后，难得早睡。得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，他勃然大怒，却还是对着我说：“琴琴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，爸妈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谢谢爸爸妈妈，因为担心我，接下来爸妈始终陪在我身边。”几分钟后，陈明发来了信息：“琴琴，我在你家门口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别让你爸妈知道。”我第一时间将手机递给爸妈：“你去看看他还要整什么幺蛾子，爸妈就在门口等着，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，你敲下门，我们就出去了。”好，洗了把脸，我往外走去，一打开门就对上陈明满是惊喜的眼神：“琴琴，要是我给80万彩礼，你爸妈就要给80万的嫁妆。80万啊！”我的心里发沉，放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攥紧。可你哪来的80万？我可以卖房子啊！房子卖了，你爸妈哥嫂住哪儿？他家住在城中村，他爸妈哥嫂还有他，一家人挤在70几平的房子里，就连婚房都是我爸妈给我们准备的。琴琴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家人怎么可能同意卖房子？咱们肯定是卖你的房子，等双倍嫁妆拿到手，咱们再把房子买回来就行了。他眼中的精明让我觉得无比陌生。呵，我冷笑着反问：“所以我出彩礼娶我自己？”琴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我们2个婚后的生活质量吗？琴琴，你就答应我吧。他拉着我的手跟我撒娇。我只觉得恶心，抽出手。就算我同意卖房子，1天的时间根本卖不出去。我想看看他到底算计到了哪一步。没想到他的准备做得比我想象的还要足。不怕，我朋友雷子是办抵押贷的，你先把需要的资料填好，他把钱垫付给我们。琴琴，你赶紧回去拿房产证，不然就要来不及了。他的眼中满是着急，我直接打断他的妄想，想卖我的房子，不可能。看出我的坚决，他反而还生气了。张琴琴，我这样做不也是为了你吗？你家还有个弟弟，到时候家产肯定都是他的，要是不趁着结婚多要点，以后1分也落不着。别看你爸妈现在疼你，可儿子就是儿子，女儿就是女儿。等我们结婚了，你对他们来说就是外人了。陈明的话让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我爸妈的财产想给谁就给谁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算计我家的家产了？卖掉我的房子，套我爸妈的钱娶我。陈明，你算盘打得可真响。但是我张琴琴也不是个傻的，要是你坚持，咱们就分手吧。我利落地转身回屋。
对上我爸妈又气又关心的眸光的时候，泣不成声。门外响起陈明的声音：“琴琴，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你别放在心上，你就当我跟你放了个屁。”他在外面道歉了10几分钟才离开，本以为他放弃了，没想到深夜11点59分的时候，我妈的银行卡忽然到账80万，紧随其后发来的是陈明的消息：“琴琴，彩礼钱转到你妈的卡上了，记得让你爸妈准备好嫁妆哈。”看到这条短信，我妈的脸色发白，温和了一辈子的她说不出难听的话，只抱着我气得掉眼泪。一旁，我爸已经暴怒，这个畜生为了要钱还真是煞费苦心。琴琴，天底下的好男人多的是，咱们不嫁这样的男人。心宛若被刀一下又一下的割着。以前谈恋爱时候陈明的好和他现在的利欲熏心，两种形象在脑海中交织。我知道不能跟陈明结婚，可放弃陈明的话到了嘴边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砰砰砰，敲门声在此时响起，紧接着外面传来隔壁王婶子的声音：“老张，老张媳妇，你们睡了吗？”还没缓过来的我爸我妈没有吭声。外面的人又说：“你家可亮着灯呢，明天琴琴就要结婚了，你们今晚可不得忙一晚上，快开门啊！”回过神来，我妈将我爸推进卧室，让我背对着门坐着，自己抹了抹眼泪去开门。一进门，王婶子就阴阳怪气地开口：“哎呦，家里打扮得这么漂亮啊！要我说，琴琴这丫头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各方面条件都好，可惜呀，找的老公那么穷，不像我家敏敏，就是有眼光，找的老公还真以为有情饮水饱呢，搞笑。”王婶子阴阳怪气的话还在继续。我走过去打开门，看向他：“你自己走，还是我把你踹出去？”他脸上的得意一僵，神色讪讪地对着我妈抱怨了一句：“琴琴脾气越来越大了。”然后讪讪走人。王婶子来这一遭，也让我彻底想明白了。是啊，陈明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好，别人都觉得我是低价，也就我把他当个宝。我跟陈明还没有领证，现在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，这证也没必要领了。但是婚礼还得照常举行，等明天举行完婚礼之后，我就跟陈明摊牌，这样能维持两家最后的体面。我将这个提议跟我爸妈说，他们什么都没说。事已至此，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勉强稳定情绪后，只睡了2、3个小时，天就亮了。没多久，门就被打开，是我在外地上学回来刚结束隔离的我弟。老姐，我舍不得你。他做作地扑过来，我没忍住扑哧笑了。注意到我跟爸妈红肿的眼神，他怔了怔，故意活跃气氛：“你们不是吧？我姐出嫁，你们这么伤心干嘛？她是嫁在本地，又不是外地，开车半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果然我姐才是你们的心头宝，我就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小白菜。”他一回来，家里的气氛轻松了很多。没多久，伴娘就来了，再然后是跟妆摄影，还有亲朋好友们。看着大家为我忙前忙后，我的心里暖暖的。转而看到陈明发来的信息，心彻底凉透。琴琴，昨晚你没回我，嫁妆钱你爸妈准备好了吗？考虑到先把婚礼流程走完，我回道：准备好了。11点多的时候，接亲的人来了，在我的授意下，大家根本就没拦门。陈明等人畅通无阻地进来，陈明跟他身后的伴郎们都兴致缺缺。不过很快，陈明的好朋友雷子就又双眼冒光：“我要开始找婚鞋了哦！”他眼中的光芒带着欲望，看着让人不适。他一把掀开被子，看都没看，就往伴娘面前走。
我提醒道：“婚鞋就在被子里，你往哪儿走？”他回头看着床上放着的一双婚鞋，顿时沉了脸，真是没意思。其他伴郎们也垮了脸，没见过这么上赶着出嫁的。之所以让伴娘们什么阻碍都不设，是因为我之前听陈明提起过，他兄弟结婚有过婚闹事件，所以我直接扫除阻碍，让我的闺蜜们避免被婚闹。而且雷子那几个人就整日各种打架斗殴，出口都是国粹，这种人最好还是避着。我以前一直好奇，陈明为什么跟这些人做朋友？彩礼嫁妆的事情让我明白了，因为他们是一种人，只是陈明伪装的比较好而已。很久以前我就跟陈明说过拒绝婚闹，但是看今天伴郎们的态度，陈明显然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等坐上婚车，我再次对陈明提醒道：“记住我说的话，拒绝婚闹。”好的，琴琴，我现在就跟他们说。陈明一口应下，然后拿出手机，在兄弟群里发着消息。等到了酒店，我先去化妆间等着，跟妆给我补着妆。陈明的嫂子在此时进来了，她很黑很瘦，身上的裙子都显得有些大。此时她满是茧子的手一下又一下地摸着平坦的肚子。琴琴真好看，她皮笑肉不笑地夸了一句：“谢谢。”我言简意赅。她又站在旁边盯了我良久，盯得我头皮发麻。闺蜜玲玲察觉到不对，换了个地方站，挡住她的视线。她这才冷哼了一声，往外走去。只是快走出去的时候，吐槽道：“哎呦，就算是娶个金疙瘩，也用不着80万啊！有些人可真是狮子大开口。”我的脸色一沉，当即回怼：“我就是金疙瘩，毕竟我嫁妆80万呢，不像有的人，彩礼都进了娘家爹妈的腰包，爹妈就给了2床被子。你……”他气得不行，做事要找我撕逼。陈明他妈出现在门外，哎呦，可别气坏了我的宝贝孙子。他拉着陈明的嫂子离开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陈明嫂子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。闺蜜玲玲忍不住说道：“啥人呐这是？以后结婚了肯定不是个省心的。”说着见我脸色不好，又安慰我：“不过没事，反正你们也不在一起住。”其他闺蜜也附和道：“是啊，琴琴，你跟陈明可是从大学一路走过来的，感情有多好，我们一直都看在眼里。以后你肯定会幸福。”琴琴都结婚了，我对象在哪儿都还不知道呢。大家说着玩笑话，我跟着笑，内心却无比苦涩。没多久，主持人的声音传来，婚礼流程开始。弟弟走了进来：“姐，咱们登台吧。”一向休闲装的他第一次穿着西装，腰板笔直，有了大人的模样，直脸上的激动兴奋还透露出几分孩子气。我挽着弟弟的胳膊走上舞台，伴娘们跟在我身后。舞台的另一边，陈明手捧鲜花缓缓朝我走来，如同很多次我幻想的那样，只是没了美好，只有恶心。等陈明走到了近前，主持人让新郎亲吻新娘。陈明深情款款地看着我，低头要亲我。我侧过头，避开了他的吻。他一愣，做事还要亲我。忽然，大量的白色泡沫对着我喷来。我转头看去，就见以雷子为首的几个陈明的好兄弟，一人拿着2个泡沫喷雾对着我狂喷。而陈明早在泡沫喷过来的那一瞬间，就被他的好兄弟拽了过去。他低头拍打着身上的白色碎屑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琴琴，我们先躲躲。闺蜜们要带着我下舞台，可我的裙摆被陈明的好兄弟绑在了柱子上，走不了。兄弟们，快喷！雷子带着恶意的声音传来。下一秒，无数泡沫迷了视线，
闺蜜们第一时间围住我，想帮我抵挡泡沫。我的眼睛根本睁不开，耳边响起我爸妈的声音：琴琴，你没事吧？他们也跑过来护住我。人群开始喧闹，有人哈哈大笑，鼓掌叫好，也有人唏嘘，闹成这样不好吧？雷子等人却更加放肆，有什么不好的？陈明娶老婆的彩礼都是咱们哥几个凑出来的呢，也就是说，这媳妇是我们花钱娶的，喷几下怎么了？你知道他要多少彩礼吗？80万，就这种货色也配？要不是陈明承诺嫁妆到手后多给我们几万，哥几个还不借呢。一句又一句，宛若堕入冰窖，我的身体不受控地发抖，足足持续了几分钟，泡沫才停下。我勉强睁开眼睛，就见视线中雷子等人指着我这边哈哈大笑，陈明在旁边有些不安，也有些畅快。我低头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弟弟，我的闺蜜，全身都被白色泡沫粘住，根本看不出人形。还有我，对面镜子中的我，就像是个雕塑。我最渴望的婚姻，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。原本走完婚礼流程，一是想保全两家的体面，二是我的心里到底对陈明还抱有那么一丝丝的希冀。可现在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泪水啪嗒砸落，我哽咽着开口：爸妈，这婚我不结了，让我家没脸，他们家也别想好过。好，不结了。我爸的声音格外响亮，这婚不结了。见我们的态度不似作假，陈明这才慌了。他走过来开口说道：琴琴，你别在意，雷子他们只是开玩笑。他的话未说完，我的巴掌啪的一下甩在他的脸上。陈明捂着脸，温和的脸上有着压抑不住的怒火，可他仍死死咬着牙忍着。显然是因为那80万，可他有所顾忌，别人没有。雷子等人撸撸袖子朝我走来，他指着我，凶神恶煞地开口：敢打我兄弟，你 TM 想找死？说着，雷子就抬手做事要扇我，他的巴掌没能扇我脸上。我弟抄起旁边的花瓶砸在他的头上，不许欺负我姐。头上流血的雷子要教训我弟。我的叔叔伯伯婶婶还有朋友们都在此时涌了上来为我撑腰，就连一大早嘲讽我的王婶子都气愤不已地骂道：琴琴这么好的姑娘都有人欺负，看我不撕了你们的嘴！两边的人很快就打了起来。我这边人多，陈明除了几个狐朋狗友，家里都是些老弱病残的，那些亲戚们也都躲得远远的，不想惹事。原本嚣张的雷子等人很快就被我这边的人按在地上捶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从婚礼的酒店转移到了警察局。了解完发生什么事情后，做笔录的女警看向我的眼中满是同情。我们的建议是你们最好自己达成和解，虽然不愿意，可到底陈明那边的人受伤比较重，而且亲朋好友是为了帮我出气才动手的，不能让他们受到影响。我看向陈明，你要是还是个男人，还有点良心，就好好解决这件事情。从来到警局，陈明就灰败着脸，一声不吭。此时他抬头看向我：琴琴，我们要是和解了，是不是就可以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？你是不是还会跟我领证？我是真的被他恶心到了，你还想继续跟我在一起，是因为喜欢我，还是因为我的嫁妆？他的眸光闪躲。当彻底从一段情感中脱身后，我发现我好像可以完全看清楚陈明的本质了。我们之间不可能了，永远也不可能了。我不想安抚陈明而伪装，多跟他说一句话都让我恶心。我的话音刚落，陈明妈就往地上一坐，既然不嫁给我儿子，那就是陌生人了。和解不可能。
我要让他们都坐牢，特别是他。他指着我弟，对，让他们都坐牢。雷子等人附和着，他们躺在地上，哎呦，哎呦，弟各种惨叫，一副受了重伤爬不起来的样子。可我家人不是没分寸的，雷子等人在路上的时候还生龙活虎，他们分明就是装的。我爸冷着脸开口：你们要是松口，每人给1万块钱补偿。1万块，大发叫花子呢！除非你把80万嫁妆赔给我们。早在来警察局的路上，我妈就把80万彩礼钱还回去了。合着直到现在，陈明一家人还在惦记着我的嫁妆。一点小伤80万，这家人还真是开得了口。要么80万，要么你们坐牢，就像是抓住了我们什么把柄。陈明妈洋洋得意，我看向我爸，直接请律师打官司吧。打官司虽然费时费力，但是对待这种泼皮无赖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听到打官司，陈明妈怕了，不敢吭声。陈明带着恶意开口：是你们先动的手，就算是打官司，也是我们赢。就算赔不到80万，也能让你还在上大学的弟弟学业受到影响。这也是我爸选择和解的原因。给钱还是影响到你弟弟，你自己选。卸下的伪装的陈明就像是一头发疯的狼狗，让人心颤。我飞快地在脑海里想着应对之策，气氛僵持。一道挺拔的身影在此时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来人跟我差不多大，他五官精致，轮廓分明，制服加身，更显帅气。一出现就让人眼前一亮，看到他，现场的警察们立马站起来，对着他唤道：齐队！被叫齐队的男人面无表情地看向陈明等人，开口时的声音清冷：我有必要提醒你们一下，虽然是女方先动手，但是男方先婚闹，打官司需要几个月，就算是到时候你们赢了，赔偿也绝对达不到一人1万块，更何况男方借钱给彩礼，可以被判定为骗婚，骗婚是犯法的。齐队3两句话，就让我们这边的人豁然开朗。是啊，爸，咱们就告他们骗婚，到时候就算我弟坐牢，陈明你也得跟着进去。这下陈明跟他妈都慌了，那就和解。和解也不可能一人1万块，我不松口。最终的结果是，他们看病的医疗费我们出，多的没有。从警察局出来后，爸妈带着我和弟弟回到家，一连几天，爸妈和弟弟都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生怕我想不开。我确实很难过，为自己的失败，为让家人亲戚丢脸感到难过。可每当对上父母和弟弟关心的眼神，我的心里只有温暖，就像是注入了力量。我重新活了过来。在我爸准备好烟酒，准备上门拜访那些在我婚宴上帮我的亲朋好友的时候，我对着我爸说道：爸，我也去。他欣慰一笑：好。等到晚上回家，我把我妈给我的银行卡还给他，这里面放着的是我爸妈给我准备的80万的嫁妆。他们知道陈明不是良人，却也知道婚礼举办前，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点放不下陈明，所以嫁妆钱他们早就给我了。此时我把卡递给爸妈，他们却不要，给你的就是你的。我爸做点小生意，手里有点钱，可是现金流不多，80万对他来说也不少。此时他跟我妈看着我，郑重开口：咱们家没有重男轻女，你跟你弟弟都是一样的，以后家产对半分，家里的公司谁有能力谁就继承。我知道的，谢谢爸爸妈妈。我没想到陈明竟然还有脸来找我。在婚礼事情结束的第7天，一大早准备出门买菜的我妈一打开门，就看到了跪在我家门口的陈明，他后背还绑着几根棍子，合着是来负荆请罪了。秦，
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陈明看向刚从卧室走出来的我，哭求着，恨不得都要给我磕头了。陈明家庭条件差，为人的姿态却端得高，一向以清高自持标榜自己。要是以前看到这样的陈明，我肯定会心疼。现在我只想恶心，大清早的就看到这种脏东西，真是晦气，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他。我蓦然开口：你打哪儿来，滚哪儿去。我的话音一落，我妈就准备关门，门快要关上的时候，忽然陈明妈窜了出来，挡住门。张琴琴，你傲娇什么？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？我跟你讲，你跟了我们家陈明5年，早就是个破鞋了。你以为现在还有人会要你吗？陈明妈的嗓门很大，生怕别人听不到似的。我爸妈住的是早年间我妈单位分的家属院，里面都是熟人。此时不少人都跑出来看热闹，一看人多，陈明妈更来劲儿了，把要毁掉我的心思写在了脸上。我弟去学校上学去了，我爸妈都不是那种能开骂的人，我能怎么办？只能选择报警。来的还是上次婚闹的齐队和他手底下的警察。他们进家属院的时候，陈明妈还正骂得厉害。我跟你们讲，张琴琴怀孕还打过胎，她不能生了，你们可千万不能娶她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有性病，各种乱七八糟的性命，以前还不知道乱搞过多少男人呢。看到警察，陈明有些怂了。妈，你别说了。陈明妈却一点也不怕。我就不信我说几句话还能犯法，还真犯法了。我走出去，走向齐队。警察同志你好，我要报警抓他。刚才他造谣我的话，你们也听到了，并且我都录音了，我可以去医院体检，证明我的清白。闻言，齐队给了身后的人一个眼神，立马有警察走向陈明妈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干嘛？陈明妈有些慌了。我就是说几句实话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又没有指名道姓。警察才不听他解释，要去抓他，要死了，没有天理了。警察们欺负百姓了，依我看，这些警察分明就是收了你们家的好处，谁来给老百姓做主啊？他一边说着，还一边往抓他的2个警察身上挠，指甲在警察们脸上抓出一道血痕。警察们下意识地松手，一得到自由，他就躺在地上撒泼打滚，一系列的操作把我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准备抓他的警察都在旁边无从下手，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浑浊的眼中满是得意。就在我们都以为今天的事情要不了了之的时候，齐队上前一步：刚才你只有造谣的罪名，现在好了，你还多了一项袭警的罪名，带走。他一声令下，这次2个警察不再迟疑，直接给陈明妈套上手铐。警察同志，是误会，我们跟琴琴。陈明凑上前来，话没说完就被齐队打断。刚才的事情你也有参与？他的语气冷冰，大有陈明要是点头就把他一起带走的架势。陈明连忙摇头，没有，跟我没关系，都是他一个人的行为。他还指着他妈，恶意满满的老太婆都是一愣，像是没想到自己儿子竟然是这种货色。警察们把陈明他妈带走，我也跟着去做笔录，提供证据等。1个星期后，警察局传来结果，陈明妈判了1年。这个结果出乎我们一家人的意料。为了庆祝，我们出去吃大餐庆祝了一番。从陈明妈的判决下来，陈明就用陌生号码对我跟我爸妈开始了轰炸，各种辱骂的言论层出不穷。陈明，你再这样，我可又要报警了。我发过去一条短信，对面果然安静了。本以为这件事情结束了，没想到很快
就有一个不合群的大学同学来阴阳怪气我。秦秦，你也真是的，80万彩礼你都开得了口，怪不得陈明不要你了。对，陈明不要我，要你行了吧？我直接怼回去。陈明长得不错，这也是我当初喜欢他的一个原因。当初这个同学也喜欢陈明，可惜陈明根本没理他，不过回了一句话，对面就安静了。但是紧接着，不停有一些以前的大学同学跳出来提起陈明。我询问了一番才得知，合着陈明现在都对外宣称是我狮子大开口要天价彩礼，所以他把我踹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各种散播他妈造谣我的言论，什么我是个破鞋，我有性病，只是他做的要比他妈做的隐蔽的多。老同学们提起来都说是听说，然而没有一个人是直接听陈明说的，这样就算我报警也很难取证抓他。好家伙，真是好家伙，真当我张琴琴是好惹的，此仇不报非君子。你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，在没什么联系的大学同学们面前造谣有什么意思？要捂就捂到对方脸上。是夜，月黑风高，我拿着厚厚的一沓小广告，在陈明家所在的城中村贴小广告，一整排的电线杆上全是小广告。不过我的小广告在最上面，用的红纸也最醒目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就把小广告贴完了，拍拍手准备走人，转身竟然看到了警察局的旗队。好家伙，贴小广告被警察抓个正着是中什么体验？别问，问就是想死。警察同志，那个，我说这小广告不是我贴的，你信吗？我面露无辜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手上的胶水，不信，这就尴尬了。正当我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应对的时候，他开口说道：放心，我现在下班了，可以当作没看到。我这才注意到他身上穿的不是警服，而是便装。换上了便装的他少了几分冷漠疏离，但是帅气依旧。谢谢警察同志，我对着他鞠躬90度。他往左站了一步，避开了我的大礼，叫我齐随就好了。好的，齐。跟警察同志喊名字什么的，好像有点难开口。那齐队，我就先走了。我准备走人，齐随却开口道：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送你吧。见我疑惑，齐随解释道：大晚上的，你一个人不安全，保护公民安全是我身为警察的职责。可是你刚才不是才说你下班了吗？内心嘀咕的我面上乖巧点头。第二天一睁眼，我就打开陈明所在的城中村的微信群，这是我昨天让认识的朋友拉我进去的。此时我用微信小号潜伏在微信群里，看着热闹。如我所想的那般，我贴的小广告被人拍照发到了群里，约炮、私生活混乱、有性病，还骗婚。没想到咱们这里竟然还有这种人，这人不是我对门吗？我说呢，前2天婚车还从这里出发，结果回来的时候没见新媳妇儿了。合着是骗婚被人发现了呀？是陈明啊，那就不奇怪了。你们是不知道他那个妈有多奇葩。看着群里众人的议论，我的内心格外舒适，正看得沾沾自喜，陈明就用陌生号码轰炸我，来一个我拉黑一个，联系不上我的他发来信息：张琴琴，那些小广告是不是你贴的？你个贱人，你这是要毁了我！我告诉你，张琴琴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，我这就去找你算账。看着陈明发过来的信息，我冷笑连连，真好笑。他跟他妈各种污蔑我，造谣我，不是要毁了我吗？只不过现在当事人成了他就坐不住了，反过来说我恶毒。半个小时后，王婶子联系了我妈，
那个渣男带着他的狐朋狗友把你们家门口堵了，你们可千万别回来。好的，谢谢王阿姨。早就知道陈明会报复和骚扰，所以在我贴小广告之前，我跟我爸妈就换了一个地方住。我打开手机，查看我家门口的监控视频，视频里面陈明带着雷子等朋友堵在我家门口拍门，半个小时才不甘不愿地离开。我将监控视频保存，以后要是逮住了教训陈明的机会，这些可都是证据呢。世界总算是清静了。半个月后，完全调整好状态的我出门找工作。我爸的行业是建材，我不感兴趣。我想从事的行业是设计相关。刚从一家公司面试完，我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雷子等人。本以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一看到我，雷子等人就凶神恶煞地指着我：“贱人，你给老子站住！”我当然不可能乖乖站着，我转身就跑。雷子等人立马朝我跑来，然而现在是红灯，急着要抓我的他们差点被车撞。刺啦！司机猛踩刹车，对着他们骂道：“一个个的不长眼啊！红灯也敢闯！”这个意外多少给了我一点缓冲的时间。我跑到附近的咖啡店内，想要暂时躲避，寻求帮助，顺便报警。一进去就撞入了一个怀抱，男人扶着我，磁性的嗓音带着丝丝关心：“没事吧？”我抬眼看清楚眼前人的脸的时候，眸光一亮，竟然是齐随。警察同志，有人要找我麻烦。我的话音刚落，雷子等人就冲了进来。齐随下意识地上前一步，将我挡在身后。“贱人，你！”雷子指着我要教训我。在看到齐随的时候，一怔，麻溜跑路。只是临走时看我的眼神阴狠。“谢谢。”我对着齐随道谢，然后从他的身后站了出来。“不用。”语气依旧没有什么起伏。纠结了一下，我还是开口说道：“我可以报警吗？他们前几天还堵我家的门，堵了几次。”“可以，但是眼下这种行为，他们有足够的狡辩空间，并不能在法律上对他们采取制裁。这一点我也知道，可就是气。难道非得我受到重大伤害，坏人才会得到惩罚吗？”我定定地看着齐随，转而又意识到他刚才帮了我，有些事情不是他能决定的。“谢谢。”再次跟他道谢后，我准备离开，他跟了过来。“我送你吧。”“不用了。”“那如果你再遇到那些人怎么办？”我还是没出息的跟在了齐随身后，坐上了警车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坐警车，有点新奇。车上，我弟打来了视频，视频一接通，眼前就从几张帅气但带着些许稚嫩的脸。“姐，这3个是我的舍友，喜欢哪个随便挑。”他的话音落下，3个弟弟跟我打招呼：“姐姐好。”乖巧的样子很让人疼。也不知道我弟跟他们做了什么交易，竟然让他们这么配合。在看到这几张甩脸的时候，我心中的郁气一扫而空。我都喜欢。话未说完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一旁的齐随似乎往这边看了一眼，我连忙住嘴，并改口：“嗨嗨，别闹了，姐现在一心搞事业。”等将我送达之后，齐随对我说道：“加个微信吧。”“哎，这是在聊我吗？”我正在脑子里歪歪，就听齐随紧接着说道：“那几个人应该不会就这样放过你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你出门前可以跟我说一声，如果我有时间，会赶过去。保证公民的安全是我的职责，好吧？”“是我想多了。”“嘿嘿。”第二天，面试的公司给了回复，让我下个星期一去上班。周一，我穿着职业装出门的时候，考虑了一下，出门前还是给齐随发了微信。没想到他说的竟然那么准。远远的，
我就看到在路边蹲着的雷子等人。这一次，陈明也在，还是陈明率先发现我，他出现了，他往我这边一指，雷子等人就冲过来。我一边跑一边掏手机，想要报警。这一次，我就没有上次的好运了。手机刚掏出来，雷子等人就将我团团围住。你们想干嘛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行为是在犯法。谁说我们在犯法了？张琴琴，我们可是举办过婚礼的夫妻，身为老公的我还不能找自己老婆聊聊吗？陈明说着就来抓我，我想反抗，雷子站在另一边，抓着我的手腕，我们并排前行。在路人的眼中，我跟陈明就像是一对闹别扭的小情侣。救命啊！我不认识这些人，麻烦帮我报警。此时，陈明再次贡献了他精湛的演技。抱歉，我老婆脑子有点问题，我带她去医院。说着，他跟雷子就拖着我上车。一旦上车后，还指不定他们要带我去哪儿。救命啊！然而，任凭我怎么挣扎呼救都没用，眼见着我就要被丢进车里。啊！雷子忽然惨叫出声，转头看去，就见不知何时，齐随忽然出现，一脚将雷子踹开。他拿出手铐，准备给雷子铐上。害怕的雷子拿出小刀，对着齐随一刺。齐随躲避的时候，雷子、陈明等人跑了，不过没跑多远，就被齐随的同事们全部抓住，摁在地上。你没事吧？见齐随的手上见了血，我连忙拨打120，齐随却看着我，露出了我认识他的第一个笑容。看，你不受到伤害，也能得到应有的公正。我忽然就想起我之前质问齐随的话，我问他，难道非得等我受到伤害，坏人才能得到惩罚吗？那时候他没有回答，可现在他回答我了。可是开口时的声音不知道为何有些哽咽。可是你受伤了呀。我跟齐随去了医院，好在齐随受的只是皮外伤。得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，我爸妈想要给现金感激，不管怎么说，齐随都不要。无奈，他们只能定制了一面巨大的锦旗，带着我去警察局送锦旗。哇，又是旗队的！警察局里的人笑着打趣。哪儿能呢？我爸大手一挥，大家都有份。好家伙，这下警察局办公室的墙都不够挂了。陈明、雷子等人的判决没多久就下了，10年有期徒刑。这下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他们堵门和报复了。我们又重新搬回原本住的家属院，我开始专心工作，生活逐渐步入正轨。跟很多父母一样，我妈开始给我介绍对象，只是跟陈明的事情到底对我的名声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别人介绍的对象要么年龄大，要么是二婚，实在是没有共同语言。次数一多，我妈也有些沉默，每次看我的眼神全是心疼。其实真没什么好心疼的，一个人挺舒服的。可惜我劝我妈劝不动。这天我回到家，我妈看到我竟然没有难过心疼，反而兴奋非常。琴琴，这个男人绝对好，听介绍的人说，年轻帅气，工作还稳定，反正就是各种好。对于结婚这件事情，我没有很想，也没有不想。难得我妈这么开心，我便点头应下了。周末，我打扮精致的前往，刚走进餐厅，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，齐随，正犹豫着要不要跟他打招呼。没想到走进去后发现，他坐的就是我相亲对象订的那一桌，所以我今天的相亲对象是他。这要巧啊！我坐在齐随的对面，有些惊讶。齐随却道：如果这场巧合是人为的呢？全剧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结婚时，公婆拿不出彩礼，给了我个老破小的房子，没想到过了几年，被划成了学区房。正当我满怀感激地回报他们时，
大伯哥冒出来要回房子给儿子上学用，我婉拒，他打人情牌，这么多年哥没求过你们夫妻俩啥，就这事儿你们看着办。我回，哥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，我看你是半夜睡不着，白日梦做多了吧，真以为自己面子好大，您可真是蝙蝠身上插鸡毛，算什么鸟？老公杨帆看了我对他哥的聊天记录，沉默没说话。我翻过身去，睡了个安心觉，有些气发出去就算了，何必苦了自己？忍一时乳腺增生，退一步子宫肌瘤。杨帆嫌我佛了他哥杨勇的面子，对我冷了好几天脸，没几天又没皮没脸地问我要钱花了。老婆，下班早点回来，我买了你爱吃的海鲜。这男人好就好在体贴，虽然偶尔闹脾气，但总是主动和好。我喜滋滋地回家，买了份他爱吃的凉拌菜。一进门就觉得房里乌烟瘴气的，原本洁净的大理石砖上有几个泥脚印，门口堆着几个浸满灰尘的蛇皮袋。老公从厨房出来，回来了，哥他们来了，你陪一下，饭一会就好。哦，是吗？稀客呀。我换鞋进了门，看见杨勇的儿子正拿着女儿的画笔在我新买的地毯上涂画，顿时气冲天灵盖，强行挤出一个微笑。哥，那个地毯3200，算你3000，微信支付宝都行。杨勇愣了愣，嘿嘿一笑，摸了摸儿子的头。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，小孩子不懂事。我看着旁边被毁了画笔的女儿委屈巴巴的样子，更生气了。杨帆，我妈想菲菲了，你送她过去睡一晚吧。我妈家和我家同住一个小区。杨帆不明所以，但看到女儿的样子，大概也是心疼，没有反驳，默默带着她出门了。弟妹，我们这次来也没别的事，就是我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了，先给我们用用，总不能耽误了孩子上学不是？哥，你家孩子是孩子，我家孩子也是呀。菲菲过2年也该上学了，我打算留给她。大嫂面色不愉，我们孩子上学就是没几天的事了，你们不还有2年吗？到时候再说呗。我把筷子摔在桌子上，杨帆出来打圆场。嫂子，这话说的，那不也得早打算吗？嫂子急道，孩子上学的事儿，耽误了你们负责得起吗？我无语，合着他们的责任倒成了我不对了。杨勇按住自己老婆，弟妹事业发展得好，不如再买一套房。爸妈那房子又小又破，你们肯定住不惯的。我看着他依旧一副笑嘻嘻的模样，知道他这人一贯如此，一副有着大智慧的模样，装出替别人着想的样子，道德绑架。我怒极反笑，让你们一家住那种房子我也过意不去，不如哥你们自己买一套吧。杨勇露出尴尬的神情，你也知道你哥的处境，虽然有点小权，但没攒下什么钱，哪有闲钱买市里的房子？我呸！还小权，不过是考不上公务员，跑去当了个村官，当了几年都没当出什么名堂。这话哥说的对，我们也没有那闲钱再买一套房了，不如我借你们钱，先买房，让孩子上学，过2年再还我。我说弟妹，怎么一点不知道感恩？这当初是爸妈给的房子，给他们孙子用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做人不能这么自私。嫂子停下给儿子剥虾的手，看样子准备全面开战了。我看着他面前小山一样的海鲜壳，真是一点不知道吃人嘴短啊！我震惊，嫂子这话说的，不知道感恩这个罪名我可担不起。想当年爸妈分房子，大的那一套我可是直接让给你们了，这个小的也就是爸妈说用来抵彩礼了。知不知道感恩？嫂子应该比我更有体会吧。他被我噎了一句，随后继续输出，
你也知道是爸妈给的，我直说了吧，爸妈是同意给我们的，这是他们给的房子，他们有分配的权利。我直接放下碗筷，快步走到卧室，将房产证铺开在他面前。房子现在已经过户给我了，嫂子要是懂法的话，知道现在他的支配权归我了吧？他没话说了，只得转头看杨勇，希望他能主持公道。得了，咱们都退一步讲，女儿还是女儿，小女孩子上学没那么重要，男人以后是要养家的，上学的事耽误不了。我及时支走菲菲，就是不想让她听到这一番重男轻女的言论。哥，清朝早过去了，9年义务教育都普及了，新时代没有重男轻女一说，是不是男人一定要赚钱养家，也没那么绝对吧？我看了一眼杨帆，他有些挂不住脸，毕竟他的收入远低于我。杨勇意识到说错话了，又努力找补，反正这是妈的意思。杨帆，你知道的，咱妈盼孙子盼了多少年，好歹你嫂子给力，生了个大胖儿子，咱妈多开心啊！你也是，这是你大侄子，以后也是孝顺你的。话里话外嘲讽我生不出儿子呢，这话说的不对呀，女儿也会孝顺爹妈呀。再说了，有能力生也得有能力养，给不了好的生活条件，生了儿子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得求着别人要学区房。这会儿他们夫妻2个真被我气着了，饭都没吃完就收拾东西走了。杨帆开始自我怀疑，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毕竟那确实是爸妈的房子。杨帆，你是不是也想气死我？爸妈给我们的，我们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女儿想吧。哥哥嫂子估计是死心了，好久都没再联系我们。正当我放下心来的时候，公婆他们来了。爸妈怎么来了？是想菲菲了吗？我笑脸相迎，这话我说的不违心，他们听的也违心。毕竟菲菲出生后，他们一天也没照顾过，反而是天天跑去杨勇家和儿媳妇争着教育大孙子。嫂子烦不胜烦，我乐得清闲，反正他们的古旧思想也教育不好孩子。婆婆果然笑不出来了，只得打哈哈。是啊，想你们一家子了，过来看看。他们不直说，我也不挑明，终究熬到了晚上。我支持杨帆，不早了，开车送爸妈回去吧，年纪大了得早点休息。婆婆推诿，不用不用，我跟你爸睡客房就行，房子给你哥哥嫂子住2天，这不孙子要上学了，让他们提前熟悉熟悉环境，这是直接默认房子要给他们了啊！放着大房子不住去住那边干嘛？您知道的，旁边的学校没有学区房念不了的，不过提前参观校园也是好的，熟悉环境的话就没必要了。婆婆笑容凝固在脸上，或许没想过我能装不懂到这种程度。我和你爸的意思是把这房子先转让给他们，没多久就得上学了。妈，把这房子给我的时候，没想过他能这么抢手吧？毕竟想当年卖都卖不出去，我收下这房子，这些年也一直给你们住着。哥他们住大房子住开心了，需要学区房上学的时候，又想要回来，这不好吧？婆婆见我一点面子不给，脸涨成猪肝色。这话说的，这样我替你们做主，这房子先借他们住2年，等菲菲要上学了再还给你们。等的就是他这句话，我也爽快。好啊，那就让哥签一张欠条，2年后还给我们。让步是绝对不可能的，这家人抱着白嫖的心思，怎么可能愿意签欠条？婆婆嘴上说着再想想，当晚还是在我家住下了，一住就是10多天，消停了不少，表面云淡风轻，闲来无事搬了椅子和楼下的奶奶们闲聊去了。没几天，我觉得楼下的老太太们看我的眼神不太对，
直到被人指着脊梁骂，这家媳妇真没良心。我就知道婆婆彻底让我在小区八卦圈里出名了。不过我也不是个软柿子，合着就她能说我没长嘴是吧？这天周末，我见婆婆又搬着板凳下楼了。过一会，我带了个凳子尾随，随手抓了2个垫子。果然，婆婆坐在人堆里高谈阔论，旁边几个老太太听得津津有味。妈，这么冷的天，您怎么下楼了？我拿出一个垫子塞给她，快垫上，凳子凉，坐着不舒服。我也支开板凳坐下，热情地跟各位打了个招呼。身旁一个奶奶戳戳我的手臂，小丫头，我看你人还不错，提醒一下你，作为儿女要对老人孝顺啊，不孝顺的孩子没福气啊。我露出疑惑的神情，您听说什么了？怎么觉得我不孝顺？她没说话，叹气摇了摇头。另一个阿姨听到我们的悄悄话，绷不住义愤填膺地开口，你还没自知之明呢，我都听你婆婆说了，你抢了他们的房子，他们想要回去你还不给。是啊，做人可不能这么白眼狼，为人子女，父母养大，你们不容易。听着他们高谈阔论，我悄悄使劲揉眼睛，终于见了点红，说话声带上点哭腔。妈，这房子怎么能说是我们抢的呢？当初您祝福我和杨帆，送我们的新婚礼物啊！面对这种背后败坏自己的恶婆婆，装可怜最有效了。婆婆面子上有些挂不住，没他们说的那么严重。那房子确实是我给你们的，但是现在家里有需求，你又不肯帮忙。我抽了2下鼻子，妈，嫁到这个家，我彩礼3金，什么都没要。这个房子当初是想让你们安心才收的，这不这些年来让你们一直住在那。老太太们竖起耳朵听八卦，也不忘了窃窃私语的点评。结婚没要彩礼，房子还给他们老2口住着呢，那这儿媳妇还算可以。可以什么？人家孙子要学区房，想要回来他又不给。说的也是，婆婆眼见舆论大方向还向着她，直起了腰板。这些年你们2口子工作忙，我和你爸多亏了你哥他们照顾，眼见着他们有困难，你们是不是应该帮帮忙？就当孝顺我和你爸俩了。照顾个屁，补品还是医药费见他们掏一笔了，真是良心喂了狗。妈，您说的孝顺就是给您生了个大孙子吧？我抽了抽鼻子，语气带上哭腔，是我不争气，生不出儿子来，只能平时多给您买东西，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。我做出突然想起什么的样子，从他袖子里掏出个金镯子。哎呀妈，买给您那么多金镯子，怎么只戴这一个呀？婆婆慌忙把镯子往袖子里塞，这个样式好，我喜欢这个啊，还给买了金镯子。这媳妇不错呀。是啊，我儿媳妇都没见着给我买东西。眼见舆论倒戈，婆婆急忙挽回，几个金镯子也买不回1套房啊。虽然房子又破又小，我们这些年将就着住，但起码能解你哥他们的燃眉之急呀。说的也是，金镯子哪有房子贵？不能让这些小恩小惠收买了。眼见是时候了，我终于搬出杀手锏。您说的对，妈，这么些年让你们住在那种破房子里，我和杨帆都很愧疚。这不，给你们买的那套新房子已经装修好了，你们也别因为不习惯拖着不搬了。回头我就叫搬家公司，咱们尽快过去住。什么？还给买了房？孩子不挺孝顺的吗？因为一套破房子背后说儿媳妇坏话，前2天听他说着，我还挺生气呢。这么看，这老太太不可交，这么孝顺的孩子都不满意。婆婆嗫嚅着嘴唇，半晌没说出话来，谎称身子不舒服，搬着凳子回家去了。临走得了几个老太太的白眼，
我还没待够，又给他们细数了这些年给婆婆买的东西，当然没有一句抱怨。他们开始骂婆婆不知好歹，我还要为婆婆解释2句。总之，现在小区里的八卦圈子都认为我是个人傻钱多的儿媳妇，而婆婆才是那个喂不熟的白眼狼。我不怕婆婆住起来没完，毕竟楼下老太太们的指摘就够她受的了。果然没过2天傍晚，她就哭唧唧地找儿子诉苦，这个家没法待了，伺候人还得遭人白眼，有苦说不出。她所谓的伺候，就是实在闲的没事擦了2下桌子。杨帆赶紧关切：“妈，怎么了？”得到回应的婆婆马上哭嚎起来：“养儿子没用啊，亲妈让媳妇欺负了也不管不顾。”我赶紧上前：“妈，您对我有什么不满就说出来，别气坏自己身子。”她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只顾着哭，倒是借机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我顺势跌倒在地。杨帆看了婆婆又看了我，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先顾哪一个。我善解人意的自己爬起来：“你好好安慰安慰妈，我先回房了。”没过一会，就听到大张旗鼓收拾东西的声音，关门声响。我知道杨帆已经送他爸妈回去了。回来时，他蹙着眉头：“妈怎么样了？”他向我欲言又止：“妈没事，就是我发小刚刚联系我了。”我疑惑：“哪个发小？”“就那个关系挺好的，之前和你提过。”我问他借钱凑房子首付，他手头没钱，就到处帮我借钱。我了然点头：“是他呀。”“他怎么了？”“他爸病了，要50万。”他手头紧，急着问我借。这钱确实该借，但50万确实不是小数目。杨帆看我犹豫，突然想起什么：“是，但是他说有个房子正在往外卖，不出半年就能还给我们。”我放下心来：“那行，我先给你转钱，赶紧先给他爸治病，明天再补个欠条吧。”他应下来，开心地把我抱起来：“谢谢老婆，老婆真好。妈那边没事吧？”“没事，他就那样的人。你这么好的儿媳妇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，还是我魅力大，出手就给你拿下了。”我看他得意的样子，憋不住笑出声。第2天，借条就给我拿回来了。我检查了一下，没问题，就收在了自己的重要文件里。可是开心了没2天，就又出幺蛾子了。闲暇无事刷朋友圈，见万年不发朋友圈的嫂子发了张图，她和婆婆的手分别戴了个明晃晃的大金戒指，配文是：“婆婆有时候比亲妈还亲，大儿子以后要好好孝顺奶奶。”筹了好些天的学区房有着落了，婆婆会有钱给嫂子买大金戒指。我突然明白那50万的去向了，只想说一句：外贼一挡，家贼难防啊！我辗转数人，终于要来了杨帆发小宋婷的联系方式，以我们夫妻2人的名义约他去了咖啡厅。他来时眼光四处搜寻杨帆的影子。我开门见山：“听说你父亲病了。”他笑：“听谁说的？我爹都死了8年了。”我心下了然，还是从手机里调出那张欠条的照片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字是你签的不？他气得拍桌子站起来：“哪个丧良心的干的？平白无故让我背50万的债，我可没签这玩意。总不能从坟地里把我爹挖出来治病。”我劝说他坐下，说没事，这事我有办法。他缓口气，问了句：“杨帆呢？”我摇头：“他不过来，这欠条是他给我的。”“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哥们感情可好了。”我暗暗叹气，感情好他才能打着你的名义从我这顺利骗走钱，送走宋婷。我开车回了家。老公，宋婷他爸怎么样了？杨帆这几天都很开心，做饭都哼着小曲，条件反射道：“什么宋婷他爸？他不是早就……”
说了一半反应过来，赶紧闭了嘴。你说他爸呀，手术挺成功的。我点点头，心凉了一半。你没有其他想和我说的了吗？杨帆疑惑。没什么呀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前2天看嫂子发朋友圈了，说学区房搞定了，我还以为你知道什么。杨帆手上一抖，撒起谎来却半分不含糊。是吗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我翻找手机，朋友圈果然已经被删除。那兴许是我看错了吧？其实我截了图，但是不想再给杨帆机会了。哥嫂子他们估计没办法，只能再买一套了。没钱的话，就只能把之前的房子卖了。杨帆偷瞟我一眼，我只是疲惫地点点头。也好，起码孩子上学有着落了。他似是有点失望地转过头去。我从没这么仔细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从前觉得他事事听我的，现在突然意识到他很有自己的主意。通常是面临他自己家庭的时候，甚至之前一直觉得他和我一样一条心守护给菲菲的学区房。现在知道他恐怕到现在都希望我能主动让出这套房子。之后几天，我想办法弄到了杨勇的字迹，拿到字迹鉴定中心一测，果然和欠条上的签字字迹对上了。杨帆大概没想到我会发现，只等半年之后再应付我。我没想立马揭穿他们，只是把钱倒手还给我的惩罚也太轻松了。隔天，我以自己有经验为由，要陪着婆婆和嫂子一起看房去。嫂子扬眉吐气，自然要带上我去打我的脸。弟妹啊，有些事还是得靠自己。说得对，提前恭喜你们喜提新房。他得意的冷哼，俨然一只得势的大公鸡。房屋中介把房子吹得天花乱坠，嫂子腰包鼓了，有底气了，昂起头一一点评。他从房子里挑刺，我陪他一起，每套房子都说一句：房子不够大吧，至少3室。中介疑惑地看我，估计心想这人怎么这么蠢，学区房买那么大干嘛？我安抚，你放心，我嫂子有钱着呢。再说了，买房也不全是为了给孩子上学，自家人还得住不是？妈，您看这间朝阳的，正好留给您和爸有空过去的时候住。婆婆被我哄得乐呵呵，直夸我想得周到，俨然忘了前阵子的不愉快，只是不知道心里是不是在骂我蠢。房子超了预算，我知道他自己的房子的售价，再加上我给的50万，依然不够。我忙着在中介面前奉承他，在我和中介的轮番轰炸中，他迷失了自我。要是钱够，估计当场就签字了。于是杨勇东拼西凑了几天，把钱筹齐了。签字的时候，嫂子又把我叫上了。嫂子，这房本上不写妈的名字吗？我和你哥买的，写妈干什么？婆婆闻言，肉眼可见的脸黑了下来。婆婆不是比亲妈还亲吗？我也给妈买了套房，你们买房也带上妈的名字，显得我们多孝顺。杨勇倒是满不在乎，不顾嫂子的阻拦，让婆婆也签上了名字。我乐得看热闹。在房产证顺利到手的那一刻，通知宋婷以诈骗罪的名义将杨勇起诉到法庭。杨勇出庭时带着不可置信：“弟媳妇，你怎么来了？”他只以为事情败露了，正和杨帆抱怨不停，让他想办法解决。杨帆更意外，现在不是问我为什么在这的时候吧？老婆，你听我说。我没回应，坐在观众席等待听审。杨勇自然败诉。我和宋婷相视一笑，杨帆好像明白了些什么，不可置信看我一眼，来不及和我掰扯，他赶紧拦住要离开的宋婷。不好意思啊，哥们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宋婷白他一眼，没啥可说的，兄弟情谊就到这了，等你们的赔偿。是不是我老婆告诉你的？
找这么好的老婆都不知道珍惜，当初买房的钱我就不该帮你借。宋婷甩手走了，末了丢下一句：想和解问问你老婆同不同意吧。我正开车门，杨帆追上来，气急败坏拉住我：你怎么想的？竟然把自己家人告上法庭！我甩开他的手：谢谢你让我看清你。他噎住：撤诉吧。我劝哥，就当没发生过，他不会怪你的。我现在才发现他们一家人有多离谱，都是一丘之貉。明明是自己出问题，不承担责任不说，还反咬一口。别，我可没打算让他原谅，让他抱着自己的原谅进监狱吧。看我毫不让步。他语气软了一点：是我提的主意，哥只是配合我，要怪就怪我吧。哦，那没办法，字迹是他的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杨帆看我软硬不吃，咬牙道：到底怎么样才能同意和解？和解可以，把50万还给我。哥刚买了房，上哪去弄这50万？买了房可以卖呀，卖了他儿子怎么上学？我贴心的出主意，实在不行，让妈把我们给他买的房子卖了呗。你疯了？一家人至于这么赶尽杀绝吗？你就没疯？为了你哥从你老婆这里骗钱，但凡你正正当当的借，都不至于搞得这么下不来台。喜欢责任转移是吧？我也学会了。他果然没话说了，半晌憋出一句：实在不行离婚吧。杨帆提离婚，我彻底震惊了。离婚我要分走一半财产，把这50万给他们，还是分给我更多？你自己选吧。说完他转身走了。我深呼吸好几次，把气喘匀了。要不给他分财产离婚算了。我和闺蜜抱怨：你疯了吧？你辛辛苦苦赚的钱，离婚了他直接白嫖。我叹气，突然有点希望他出轨了，这样就能净身出户了。闺蜜沉默了一会，若有所思道：还真说不准呢。你知道吧，这种没什么出息的妈宝男，在老婆那得不到成就感，就喜欢找小三。我想了想，实在不可能。他可是众人眼中的好男人，每天除了上事业单位朝9晚5的班，就是回家陪女儿。几年来，我在外忙事业都很放心。这次要不是学区房的事，我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。杨帆一夜未归，凌晨了，一个警局好久没联系过的朋友打电话来：于潇，是我。我半梦半醒，这大清早的什么事儿啊？有个酒驾的，我看着像你老公，我也不确定，就之前看你发结婚证，隐约有个印象。我含糊：啊，是吗？那麻烦你拍照发我看看。心里觉得鱼应该不是。杨帆一向老实，但是他没回来，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好，听说家属还没联系上，还有一个同行的，听说被我同事送医院去了。为了送病人酒驾，应该不会惩罚，你放心。我打开朋友发来的照片，果然是家属不能联系不上呀。我看了看手机，没有未接通话。我穿上衣服出发去警局，毕竟他目前还是我孩子的爸爸，不能让他成为菲菲一生的污点。到了门口停车，意外见到了婆婆和大伯哥。既然他们来了，我就没必要进去了。我坐在车里静静地等。过了一会，他们把杨帆领了出来。杨帆一副宿醉的模样，看起来很匆忙，衬衫领口的扣子还没扣。我把车窗开了点缝隙，偷偷听他们的交谈声。你真出息了，还敢酒驾？不是说了吗？我这属于紧急避险，不用判刑的。婆婆哭嚎着捶她的肩膀，她有些不耐烦地避开。别怪她了妈，她不也是为了送徐燕去医院吗？人家差点就流产了。杨勇倒是出面对杨帆开脱。我竖起耳朵，徐燕是谁？什么流产？婆婆止住哭声，眼珠子转了转。这么说我要有孙子了，
随即又开始怨杨帆：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的大孙子没了，可怎么办？我此刻情绪复杂，不可描述，不知道应该先生气还是先意外。婆婆先上了车，刚好在我隔壁。杨勇附在杨帆耳边悄悄说：弟呀，50万有没有着落？不行，我可把这事告诉弟妹了。杨帆瞪他，告诉他我得净身出户，到时候咱们1分钱都拿不到。说的是哥开玩笑呢，你这媳妇娶得真好啊，给我们老杨家当牛做马这么些年，到头来钱还得分给我们。眼见着他们的车驶出警局，后视镜反射出了我挂着冷笑的脸，从手扣里拿了个口红，慢慢在唇上涂上鲜红的颜色。坏人做了坏事，就连上天都在帮我。我联系了杨帆，同意了离婚。他下午醒了酒才开车回来，手上拿着已经签好字的2份离婚协议。我看着上面写着家产对半分的要求，平静地把它们放回桌面上，随即谎称身份证好像落在他车上了，找到身份证再说。他不耐地把车钥匙扔给我，转身在沙发上坐下，点了根烟。从前我不让他在家抽烟，说对孩子身体不健康，现在到了离婚的地步，他也不装样子了。我拿到钥匙，迫不及待地下了楼。他掩藏得很好，自以为我还没发现。不过由于工作忙的缘故，我确实没分心关心他的私生活。我的目标自然不是身份证，而是行车记录仪。画面里，杨帆抱着一个女人，裙角有星星点点的血迹。关了车门，女人说：怎么办呢？我们的孩子不会没了吧？别胡说，没事的，还好你在，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汽车发动了，不过你老婆太过分了，这不是把你们家逼到绝境了吗？要是我的话，能找到你这么好的男人，一定好好孝顺公婆。男人轻笑一声：是啊，要是你就好了，肚子不疼了吗？别说话了，休息一会，我开快点，1会就到。我把数据拷走，不觉间已经泪流满面。有时候听说是一码事，真面对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公出轨了，不心碎是假的。脑海中他陪伴我们母女的画面开始崩塌，脑海中回荡着他最后说的那句：等我拿到钱，我们就可以长相厮守了，再生个大胖儿子。我和杨帆提议最后再和他们家人一起吃顿饭，离婚协议在你。他好像料准了我不会轻易同意，露出一个讥讽的表情。拖延也没用了，协议就这样，我不会让步。1日夫妻百日恩，是你不念旧情，就别怪我无情。他甚至都没打算要菲菲，迫不及待的晚上就召集了全家人。弟妹，你这何苦呢？2婚可找不到好男人了，再说还带个孩子。嫂子装出一副为我着想的样子。我道：也是，不如不离了吧，哥的50万我也不要了。杨勇倒是开心，正要表示同意，杨帆却不乐意了。没机会了，从你起诉哥那会我就知道我们没法生活下去了。我心底冷笑，是等不及和小三团聚了吧？菜上齐了，众人拿筷子之前，我打断他们：先等一下。考虑到我们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亲人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难看。婆婆嗤笑一声：还不难看吗？你可是把自己哥哥起诉到法院了。嫂子，没见过你这样当亲人的。他们似乎对我想说的话漠不关心，我也不在乎，只是从包里拿出手机播放录音。随着我按下播放按键，原本还各自欢喜的杨家人表情立马僵硬了。杨帆不可置信看着我：你从哪里弄到的？曾经温柔的表情不在，只剩横眉冷对。这顿饭我没打算吃，你们自己吃吧。
顺便讨论讨论离婚协议要怎么写。如果我不满意，我们就法庭见吧。杨帆一进门就跪倒在我面前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冷冷地看着他。你没觉得自己错，只是不巧被我发现了，后悔罢了。不是，潇潇，你再给我次机会。我摇头，我们没机会了。念在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上，别对我赶尽杀绝。他挪上前拉我的裤脚，我甩开。你要是念及夫妻情分，就不会做这些对不起我的事。他见我立场坚定，不会再心软，原本痛苦的表情挤出一丝笑，随即癫狂大笑。我就知道，于潇，你是有钱人，大小姐从来都看不起我。这些年，你知道我怎么过来的吗？刚结婚那会，大家都不看好，说我凤凰男攀高枝。我他妈就不明白，我杨帆哪点配不上你了？他摔了一个玻璃杯，而我依旧静静地看他表演。那些人的话，我早就听腻了。我拼命证明自己，我们这些年过得很幸福，他们只有羡慕的份儿，一个个的以为自己是谁。现在见到我，还不是说羡慕你找了这么好的贤内助？可是外人多少话都没有你做的那些事来的伤人。你看不起我们，你早说呀！嫁给我折磨我干嘛？你只喜欢钱，嫌贫爱富，你去找有钱人啊！我冷静的表情终于有一丝裂缝，一滴泪从我脸颊划过。原来这么多年你过得这么委屈，既然都到了这一步，我就和你说清楚。外人的话我从来没有在乎过，你以为的你的努力改变了别人对你的看法，其实是我逢人就夸你的好。你以为的我喜欢钱，嫁给你的时候你一穷二白，没有彩礼，没有3金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就图你这个人对我好。后来呢，我发现你对搞事业没兴趣，没问题，那我来。你知道菲菲小时候奶粉多少钱一罐吗？我们最开始的工资支撑得起吗？我努力工作，只是想让我们都过上想过的生活。你可以不逼着自己搞事业，而我也可以让家人不用为了钱忧心。我错了吗？欠条打给我，起码我还送了你爸妈一套房，好聚好散吧。杨帆终究同意净身出户，毕竟他没脸让我把他出轨的事情在法庭上公之于众，把给婆婆买的房子卖了。现在全家人挤在哥哥嫂子的学区房里，所以我说买大点还是有好处的。而我也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。菲菲很懂事，不像我想象中那么需要一个家长的悉心照料，反而常常和我相处，让他也变得从小就学会规划时间，热爱学习了。偶尔听到关于杨帆的传闻，听说他的小三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婆婆像对他那样对我，他却不乐意了。怎么能又没钱又不帮着带孩子？徐燕接受不了贫穷的杨帆，每天闹了又闹，不再是从前体贴崇拜他的红颜知己了。杨勇也惨，孩子上了学打架，把有权有势人家的孩子眼睛戳瞎了，赔了大笔钱不说，还被找人打了个半残。那样鸡飞狗跳的人家，我不用再参与了。现在每天过得激情满满，带着女儿走上人生巅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